所有孩子的目光此时都被那个腾腾升起的金色事物所吸引。随着太阳升起的弧度越来越大，万丈金光将整个天际连同整个大海都染成了金色。天空之中霞光万丈，大海之上波光粼粼。升腾的太阳让天际线的光线都发生了些许扭曲，看起来更有几分梦幻的感觉。孩子们以及那些照顾幼儿的家长都看得呆住了。哪怕那光线已经愈发刺眼，可是却没人舍得眨一下眼皮。那些幼儿的妈妈们，还有那些依然迈入青春期的孩子，下意识与自己最要好的小伙伴紧紧挽在一起，他们或他们成群，都已经控制不住的泪流满面。如今眼前的景象，便是让他们在地下再绞尽脑汁的去想20年，也根本无法想出一个所以然来。很快，那一轮金色的太阳已经完全冲出了海平面，放眼望去的世界依然都沐浴在了初升的阳光之中。对生活在这个时区下的数以亿计的普通人来说，这不过就是平常而又普通的一天。但是对这700多个孩子来说，这一刻是他们人生的崭新开始。叶晨看着眼前那几百张被阳光照射的稚嫩脸庞，对身边的李念宗、萨九龄以及万破军等人说道，在今日之前，他们的人生是漫漫永夜，从今日之后，他们便拥有了真正的光明。说罢，他忽然做出一个决定，厉声道：从今日起，不要再让这些孩子习武，谁若真心想学，待年满18岁后再学不迟。萨九龄下意识地说：先生，若等18岁再开蒙习武，那可就晚了啊。晚。叶晨冷哼一声：真心想学，哪天都不算晚。我不让他们习武，是不想让他们的童年再因破亲会付出过多代价。况且如我们这代人能将破亲会铲除，这些孩子还有什么习武的必要？相比习武，他们更应该走出这里，和他们的父母在一个和平安定的国家定居，好好学习，考一所优秀的大学，学习一门自己感兴趣的专业，然后找到一份能让他们成家立业的工作，继而在社会上创造属于他们的价值，这才是对他们来说最好的选择。萨九龄这才意识到自己的思维还停留在之前的模式。叶晨没有出现之前，此事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提高自己的能力，尽可能成为骁骑卫，成为骁骑卫后再多生几个孩子，确保自己的后代里有一个书生，以此脱离打打杀杀的生活。可是眼下情况变了，他们的孩子不需要他们拼命努力去让这些孩子里的1/3成为书生，只要他们能够随叶晨一起将破亲会彻底铲除，他们的孩子全部都能成为真正的书生。想到这里，萨九龄哭泣不止地说道：感谢先生大恩大德，恩情浩大，所有死事没齿难忘。叶晨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转而对万破军说道：破军，从万龙殿里找几名学历比较高的女战士，让他们定期到这里来给孩子讲课，教材就用咱们华夏正规的教材，另外在下面准备一套放映设备，每天给孩子们放一些能让他们快速了解世界、了解历史和现在的影片。说罢，叶晨又道：对了，还有互联网，牵一条网线进来，准备一些电脑，让孩子们知道什么是互联网。但是互联网暂时还不能让孩子们自己上手，毕竟要提防他们不小心泄露信息被破亲会发现。万破军不假思索地说道：叶先生放心，我会全部安排妥当。叶晨轻轻点了点头，对萨九龄说道：再过20分钟就把孩子们先带下去吧，然后就到会议室来，大家一起开个会。萨九龄立刻恭敬说道：好的先生。叶晨没再多说，而是带着万破军等人先行来到会议室。眼下天色已经放亮，昨晚轮船给铜矿运送的补给早已经在天亮之前悄悄运输完毕，现在码头正在进行铜矿石的装船，一旦装船结束，作为特使的段立业就到了该返航的时间了。叶晨需要在这之前把所有环节捋顺，把所有隐藏的问题解决，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段立业走了之后，到了土耳其不暴露端倪。
至于如何让段立业不暴露端倪，叶晨也有了一个自己的新思路。以往他不太经常使用心理暗示的原因，是因为心理暗示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弊端，一旦目标人物处于被控制的状态中时，他的行为反应都会显得有些迟缓，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其中不对。以前马兰蹦得最欢的时候，叶晨也没有对他用心理暗示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。一旦上了心理暗示，马兰肯定能老实下来，但人也会变得与平时相差甚远，到时候老婆萧楚然肯定会发现异常。段立业的情况也是一样，甚至还要更棘手一些。究其原因，主要是破青会内的这些中高层成员实力个个不弱，暗境高手本就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若是段立业表现出过多的异常，一旦他到了土耳其向他的上级复命时，必然会被看出来。所以叶晨打算玩个花活，于是他把段立业叫到跟前，开口问道：段立业，我问你，平时除了你和你的助理，还有没有土耳其那边的人会到这里来？没有了。段立业摇了摇头，恭敬说道：我是固定的特使，主要就负责这条线，所以每次都是我来负责送药和物资过来，其他人不会跟着一起过来。叶晨又问：也不会有级别比你更高的人到这里来检查情况？段立业摇头道：为了避免暴露高层管理人员，组织一贯的态度都是单人单线联系，不会派出其他高管参与。那就好。叶晨心中更加踏实，开口问他：只要你告诉你的上级这里一切正常，他们也不会过多怀疑吧？段立业点了点头，道：正常来说是这样，不过还是要结合一些这里的监控录像，我走之前会把监控硬盘带回去交给他们，由他们将硬盘内的录像拷贝下来加以分析。叶晨问他由什么人来分析，段立业道：应该是有一个专门的安全团队负责。叶晨转而问万破军：破军，监控录像可以做手脚吗？万破军点头说道：太简单了，我手下的团队就可以对监控录像进行逐帧修改，而且确保不被对方看出任何端倪。好。叶晨微微点头，转而对李念宗道：把今早之前的监控拷出来给他带走，后面的监控等破军的人处理好之后，段立业下次来再让他带走。李念宗忙道：好的，先生。叶晨又问段立业：如果你告诉你的上级这里一切正常，而监控录像也没发现任何异常，你的上级是否还会向你询问更多细节？不会。段立业摇头说道：他与我的交流也非常少，平时几乎不怎么见面，我说一切没有异常，他就会如实向上面汇报。说着，段立业进一步解释道：在破青会内部，由于体内剧毒以及所有人都需要解药的缘故，组织对我们的掌控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偏差，所以组织一直都在重点严防外界窥探到破青会的秘密，但不怎么担心破青会内部会出现叛徒，毕竟大家的命都掌握在破青会的手里，谁都不会去跟破青会对着干，哪怕是外出执行任务的死士都不敢逃走，毕竟他们不光自己的命在组织手里，家人的命也是一样。叶晨点了点头，看来破青会对他们的解药非常自信，不认为有任何人能够破解这种解药。想到这里，他只剩下最后一件事要做，那就是给段立业换一个新的心理暗示。这个新的心理暗示更复杂、更强大，也更有技巧性，这将是他解决最后一个问题的杀手锏。想到这，他将段立业叫到办公室，在办公室内只有2人时，将更多的灵气渡入他的体内。随后，叶晨紧盯着段立业，冷声道：段立业，你记住，从今往后，只要你下了船，进到这座铜矿范围内，你就会记起我来，会记起我才是你唯一的主子，然后你就老老实实在这里，等我的人做好一切准备之后，你再装作没事人一样返回货轮，能听明白吗？段立业毫不犹豫地点头说道：属下明白。叶晨话锋一转，又道：不过一旦你上了船，你就会暂时忘了我这个人，也忘了我是你唯一的主子，忘掉我刚才给你的那个心理暗示，
而你的潜意识里只需要坚信一件事，那就是你已经完成了铜矿内的所有工作，并且坚信铜矿内部一切顺利，没有任何异常。除了这一点之外，其他的你一切遵循你的本色，该做你的特使就做你的特使，该练你的武道就练你的武道，该玩你的男宠就玩你的男宠。你段立业原本是如何，就还是如何，能听明白吗？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